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。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同志，怎么可能会是叛徒？老吴通过吕波的审查了。队长，让吴仁义尽快确定武工队明天会不会行动。吴仁义报告紧急情况。情况有变，命令各武工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定西方向靠拢。你这计划里边一定有秘密。我有种预感，大车店要出事。那你觉得怎么办？做好撤退准备。另外，还有一台发报机，一个密码本。这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东西，我得随身带着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事发突然，你在半天之内就能完成撤退。可以，什么都不会给鬼子留下的。我们的自毁计划随时都可以启动，这个你都知道的。这我心里就有数了。但是我还要告诉你，这些还不够。还有什么遗漏？你想过没有？跟我们大车店生意往来比较密切的那些供货商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跟我们只是正常的生意往来。这我知道，可鬼子不管这些，更何况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帮助了我们不少。如果我们暴露，他们很有可能成为鬼子报复的对象。哎呀，这可麻烦了，人数还不少呢，而且分布的也散。你现在就要列一个名单，他们住哪儿，怎么联系，你心里要有数。一旦有需要，要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他们转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难怪你一直在强调，雇佣伙计最好找无亲无故的外地人，做生意最好找油商合作，就是为了万一有事儿啊。咱们走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所以什么事儿啊，都得提前想好。我知道了，有空我马上去办。确定好地址以后，让同志们都熟悉一下，免得万一有事的时候抓瞎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你说你成天想那么多事儿，脑子里的伤能好那么快吗？快别想了，回屋歇着吧。啊？还不行。对了，还有一件正事儿，刚才同志们出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强调我们的铁律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你怎么成天惦记着你的铁律啊？出手不露脸，露脸不出手。好，这就好。他问题是，每次行动之前你说一次，他们不烦我都烦了。烦也得说呀。老高啊，我说句话呀，你还别不爱听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就太小心谨慎了。小心谨慎永远没错。那未必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次受伤就是这个铁律害的。你给我说清楚，这跟铁律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孙一枪是被一个鬼子看到了，是不是？但那个鬼子能不能记住他还不一定。为啥非得轰孙一枪走呢？他要是不走的话，就没有王子越去他家拿弹药的事儿，你也就不会受伤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？老王啊，看来我这一受伤，把你给急坏了吧？我不急，王子越急。他很着急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那是你没良心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上哪儿找？我就从来没见这姑娘这么慌过，都掉眼泪了。她哭了，不让我跟你说，你就装不知道啊。那天晚上为了送你出城的事儿啊，和兄弟们都吵起来了。这个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她开始坚持不让行动，她是对的。老高啊，这事儿啊，我得向你检讨一下。我当时啊，是太着急了，逼他同意行动的事儿。王子越啊，真的了不得，那么急的情况下还那么清醒。高风亮，你得到这么一个好的副队长，真是修来的呀。
是啊，可能是我高风亮一直运气不错吧。臭美，你呀就稍高兴吧你。你说，你这一受伤，给武工队带来了多大的冲击？你是不是不应该赶孙元强走？受伤的事儿我也凑合，可是这事儿谁也无法预料。但是我让孙一强走，绝对不是小题大做。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，我觉得王子越和其他兄弟们啊，也都会这么想。有时候吧，得活泛点。如果能活泛，那就不是铁律了。我知道，行动不露脸是所有武工队的规矩，咱这个区里的另外几支队伍啊，也都有这个要求。但谁也没拿它当过铁律啊。我说老高，就连孙一枪这样的战士，咱们都不能搞点特殊对待吗？如果能特殊，那也不是铁律了。老王，我跟你讲件真事儿吧，你听完了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跟铁律有关？这事儿发生的那天，离现在也有3年零136天了。老高啊，你这就别编书了，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能记得那么清楚？那你继续。那是发生在晋南区一支武工队的事儿。那一天，武工队伏击了一支鬼子的运粮队，没想到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。这支运粮队就是诱饵，战斗特别惨烈。肉搏中，一个刚参加武工队1个多月的战士，面罩不小心掉了下来，被一个鬼子看到。那按照规矩，这得灭口啊。不错，这个战士发了疯似的追杀那个鬼子，可惜鬼子伏兵赶到，武工队只能撤退。这个鬼子活了下来。如果这个武工队的队长是你的话，那这个战士啊，肯定被开除了。后来呢？当时那个队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，把他雪藏了3个多月，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。这个战士也一再请求执行任务，队长就放他出来了。3个多月，就算那个鬼子见过这个战士，也不一定记得住啊。谁能想到事情就那么寸？那个看到战士的鬼子，偏偏是个学画画的，他一回去，就立马把战士的肖像画得一点不差。鬼子暗地里摆特务，找了他3个月，这个战士在街上一露面，就被盯上了。完事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特务悄悄跟着这个战士，摸到了武工队的据点，晚上派兵包围，发起了突袭。晋南区最令鬼子闻风丧胆的一支武工队，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武工队队员，就因为这一次小小的失误，全军覆没了。你说，这个露脸的战士是不是该死？你说起来啊，我还真记得前几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但是谁又能忍心怪这个战士呢？唉，他其实心里啊，比谁都痛苦，而且他自己也牺牲了呀。他要是牺牲了，这心里就没那么痛苦了。他没死，他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。
因为突袭之前，队长派他出去执行任务了。这也太要命了，还不如和战友们并肩战死呢。你说他这心里得背着多重的一块石头啊！唉，我真的同情他呀。后来怎么样？他后来调到了别的武工队，继续打鬼子，还当上了队长。啊，那还不错，算是走出来了。你认识他吗？真是，就坐在你面前。我不需要同情，我只是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了。老高，这个铁律啊，我懂了。那你还嫌我唠叨吗？我以后比你唠叨。不算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想啊，老孙太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战士和兄弟，你上哪儿找去？是啊，上哪儿也找不着。可不是嘛，老高，你得好好想想办法呀。他离不开兄弟们，兄弟们也离不开他呀。我就不信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把老孙给放弃了。他露了相，武工队肯定是不能留了，否则这就是个危险因素。他想回来，只有两种情况。哪两种啊？第一，是上级派他回来，临时执行个别任务。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他不能算是真正的归队啊。老孙要想真正归队，除非我们离开这里，在别处重新组建武工队。那只能走着看了。老孙离队，真是咱们武工队难以弥补的损失啊。明天的行动要是有他，该有多好啊！凡事也往好处想。虽然老孙走了，但咱们武工队不是也新来了一个真正的高手吗？你说的是吕波？对，还能有谁呀？我说的就是他。你们不较劲了？较什么劲呢？说真的，吕波的身手真是太了不得了。我见过他出手，干净毒辣，招招要命，拳脚、膝盖、肘都跟刀锋一样犀利。我从前没佩服过谁，他算是个例外。能让你这么评价，可真是难得一见了。哎，他跟你比怎么样？这可不好比，我们的路数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吧，我也好，赵猛也好，我们的拳脚兵器都属于练家子那种类型。我们都是从小练的武术功底，跟后来的战场实践相结合，所以一招一式在行家眼里还是有出处的。而这个吕波，你完全看不出他学的是哪门哪派的功夫，用我们行话来讲，完全就是野路子。真的是野路子吗？绝对不可能。他的基本功绝不比我和赵猛差。要我想，他是自成体系，吸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种独特功夫。怎么独特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也不追求任何好看的架子，每一招都随机应变，直奔敌人的要害。能1秒杀的人，绝不用2秒。这是一种专门杀人的功夫，没有刻苦的练习和超人的悟性，是绝对练不出来的。哦，难怪能成为训练高手的教官，那么好的身手，以后你们可有了合作了呀。他不光身手好，而且头脑冷静，思维缜密。我是发自内心的认为，
咱们武工队能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好东西。等有机会了，我要请他来当咱们武工队的教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碰到这么好的老师，我能放过他吗？看来上级把他派到这儿来，真是帮了咱们武工队一个大忙啊！他可不是上级派来的，你没听他自己说吗？他是主动要求来的。为什么会主动要求来这儿呢？他这么喜欢定西吗？他哪知道定西是方士元呢？他还不是奔着王子越来的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呦，小月，我一知道你在这儿，就立马申请过来了。一个大老爷们一点都不矜持，肉麻。教官想念学生，这很正常啊。正常个屁！得了吧，这哪是师生之情啊！啊！哎呀，他看王子越那个眼神儿，比赵猛看阿敏的眼神还使劲儿，跟钩子似的，还拥抱贴脸儿，这像什么话呀？啊，一点都不注意影响。我还真以为你不在意呢。瞧你这醋劲儿，都能腌腊八蒜了。哎，我说老王啊，你这是在故意逗我是吧？你可太坏了。不过这事儿咱搁哪儿说哪儿了，可不能传出去，要不显得我高风亮太小气了。哎，没啥，不就是吃醋吗？你别整得自己跟不食人间烟火似的。吃什么醋啊？真是的，哪有醋可吃啊？老王，这事儿咱俩可得说清楚啊！真不是吃醋，这感情的事儿谁也管不了，对吧？嗯。我的意思是，王子越是咱们武工队的副队长，他吕波是情报站长，是来配合我们工作的。不要一上来就假公济私，我怕影响工作。是怕影响工作，不怕别的。还能有什么别的呀？就是怕影响工作。哎，行，别急眼了啊，回屋歇着吧。王子越呀交代过我了，你这伤啊得静养。他要是知道了我们聊这么长时间，非得怪我不可啊！你说到这儿，我就得问问了，你们一个一个都怎么回事？现在越来越明显了，怎么什么都听王子越的？你要搞清楚，王子越是副队长，我才是队长。他管我也就算了，你们都跟着起什么哄啊？这不是起哄啊，听人家王子越的就对了呀。人家可是从上边派进来的，见多识广的，他管你哪儿管错了？你说你吧，自从有了他当副队长，咱们武工队是不是越来越强？这个你得承认吧？承认。那倒是啊，而且他还受过专业训练，身手也相当不错，可以算得上是文武双全了。有他当咱们副队长，我算是捡到宝了。算你识货啊！我们老王家的姑娘啊，错不了。嘿，好你个王坤啊，这你也要攀进门亲呐？有劲吗你？哎，那你说说，他的身手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这怎么说呢？要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讲，我没有见过比他更能打的。那跟你比咋样？你怎么谁都要跟我比呀？因为我认识的人里，你身手最好啊。是吧？那倒是。说你胖你就喘呗。王子越的身手当然比不上他的教官吕波，但是他有他的特点，就是灵活快速，突击能力强。要比拳脚功夫，几十招之内，我们俩不分高低。要是继续打下去，我有把握赢他。不好意思，体力决定。那还是你强。但是他有一个飞刀的绝活，要是真打起来，防不胜防。所以我也没有100%的把握赢他。这么说吧，综合实力，我只比他略胜一筹。
啊，行了，说的你们俩好像真要决斗似的。不过，我很欣赏你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。可别，我哪敢跟他决斗啊！真要有那么一天啊，我直接举双手投降。老高啊，其实啊，你不是不敢跟他决斗，你觉得是啥？你是舍不得。老王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装傻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对你也够意思，你就一点都不动心？我可知道，你这次受伤啊，就是因为拼死救她落下的。救我们自己的同志，难道不应该吗？那你为什么亲口说喜欢人家呀？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？我真没说。你可别骗我啊！你真的不记得了？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你骗王子越行，你可骗不了我。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？我真没说。哎呀，看来你这脑子真是伤得不轻啊！就算你说了，我也理解呀。当时为了救王子越，情况紧急，你说点甜言蜜语哄人家开心也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别拿话套我真没说。哎呀，老高啊，看来你真是失忆了呀。不算。高风亮啊，高风亮，你就别打岔子了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人家王子越对你有意思，狐狸那么喜欢王子越，都主动的往后撤，为啥？那还不是觉得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？高风亮啊，高风亮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真是不知道你现在犹豫个啥？你说我都不急，你急个什么劲啊？我是担心你煮熟的鸭子被人抢了。如果他真要是被抢了，那他就不是煮熟的鸭子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吕伯是条好汉，如果王子越真跟他好了，我祝福他们。装，你就好好的装。你看你话里带着那个酸劲儿，都能泡着腊八蒜了。哎，我问你一句啊，王子越是不是个好姑娘？是。那她配不配你？配。你喜不喜欢她？你这都问几句话了？你少废话，这就是最后一句了。喜不喜欢，或者说配不配，或者说在不在乎？我不回答行吗？必须回答，别婆婆妈妈的。这么好的姑娘，我要说不喜欢，那就太虚伪了。这就对了嘛，逼你说句实话，怎么比杀猪还累呀？行了，你们俩的事儿交给我了。老王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我跟王子越现在没事儿，以后也不会有啥事儿。那为啥？你不是男的，他不是女的？说实话，王子越是好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可我不能跟他在一起。那为啥？老王，你别问了，真的不能。怎么不能啊？你家里有老婆呀？家里没有，心里有。你心里有人了？你咋不早说呢？我这瞎保媒拉纤儿，费了半天劲。这件事儿，我跟谁也没说过。那姑娘是哪儿的？是部队上的还是地方上的？算是部队上的吧。那就更方便了呀。什么时候让我看看，我帮你相一下。老王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婆婆妈妈的？
哎呀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谁呀？现在在哪儿呢？你见不到他了。那这听着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！你这一会儿功夫，勾起我2件伤心往事了。那你别说了，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再憋回去，非受内伤不可。不光是你，我也是啊。得，今天啊，你就说个痛快，让我也听听王子月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你为啥刻意往后躲？她也姓王，叫王红霞。看来你和姓王的有缘呀，咋好上的？我们俩是一个村里长大的，我比她大3岁，可以说得上是青梅竹马了。我们早就互相喜欢对方，可一直等到我参军那年，我才向她表白。我让她等着我，等打跑了鬼子，一定回来娶她。你看你，就这个德行。然后，她对我说，她等我向她开口求婚，等了好些年了，她现在不想等了，要马上嫁给我。那就结了婚再走吧。我对她说，国恨家仇在，不打跑了鬼子，绝不成家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她也参军了，当上了一名战地护士。那你们到了一个部队了？没有。我在进武工队之前，是剑道连的战士。她一个女同志，怎么能加入进来？但是她总是想尽办法靠近我的部队，总是申请跟随剑道连一起行动。尖刀连呀，那得多危险呀！在一场阻击战中，我们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。红霞的医疗队玩了命的抢救伤员，一颗炸弹落在他的身边。红霞牺牲的时候跟我说，她等不了了，她也不想等了。她参军就是为了帮我打鬼子，说早一天把鬼子赶出中国，就能早一天跟我成家。她说她不怕死。他最大的遗憾是在死之前没能成为我的媳妇儿。人生第一次，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嚎啕大哭。血债血偿，你杀的鬼子呀，能给红霞报仇；你杀的鬼子啊，能让红霞安息了。老王，我真后悔呀，我就不该说打完仗娶她的话。为啥呀？像我这种拎着脑袋打鬼子的人，就不应该有别的想法，更不应该给姑娘希望，否则，不论是我死还是她死，都会给活着的人留下巨大的痛苦。
我已经害了一个好姑娘了，不能再害下一个。好了，不说了。风迷了眼睛，我进屋了。老高啊，你现在的心情啊，我特别理解。不过我想跟你说2句话呀。你说。这第一呀，红霞姑娘啊，不是你害的，是鬼子害的。这第二啊，杀鬼子和追求幸福生活呀，是不矛盾的。我知道。子越呀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那儿呢。王叔，都听见了？嗯。从哪段听见的？从铁律那段。听见了也好，正好能知道他的想法和感情。嗯。其实他还是喜欢你的，只不过没有准备好开始这段新的感情。我知道。他心里背负的事情太多了，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洒脱。这得需要时间呀。没关系，只要有一个人勇敢就行了。我们还有时间。哎，说句闲话，其实吕站长人也挺好的哈，而且明摆着他是冲你来的。要不是我偏心这个高风亮，我觉得你们俩也挺合适。吕站长是个真英雄，好男人。不过一直以来，我都把他当成我的老师，我的大哥。我知道他喜欢我，不过他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只要是想明白了，就不是问题。哎，那用不用和高风亮聊聊？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王叔，我现在正好有空，我帮你理理账本去吧。啊，也好，正好我也跟你说说咱们大车店安全的事情。大车店怎么了？这段我没听见。高队长让咱们准备撤离了。撤离？喝水。哦。哎呀，烫着没？衣服隔着呢，不烫。我想事儿呢。你这不是想事儿，你这还是因为啊脑子受伤了，影响了你的行动能力。不可能。你干嘛？又来？看了吧，看了吧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还说没影响。你这欺负伤病员！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啊？眼皮是越来越沉了，这手脚好像也不太听使唤。啥也别说了，赶紧睡觉，我尽快啊把你送回后方。别呀，这明天就行动了。鬼子加汉奸，8仙楼带枪的不下200人，我睡得着吗？我你怕了？不怕我就真傻了。虽然实力上相差悬殊，但我们的机会是出奇制胜。这还是你提出来的计划呢。嗯，我得去8仙楼，看看鬼子怎么部署的。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哎！看，怎么去啊？你在这待着吧，我去，回来给你报告啊。哎，还有什么事？
心点儿，没事儿。照顾好自己。这次我可没办法去救你了。你要再动我，我真跟你翻脸了。你呀，就老老实实待着吧，这回看我的。快去快回。知道了。他还真敢动我。照计划行动，谁负责的环节出现任何差错，我会砍下他的脑袋。长官，徐贺教授来了吗？报告长官，他来不了了，但是他让我带回来一样宝贝。你没问题吧？万无一失。去吧。嗨。伊藤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长官，按照你的吩咐，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给飞车队。八仙楼正常营业，没有任何特别的。很好。长官，为什么要瞒着飞车队，让他们知道有所准备，不是更好吗？中国人，统统的不可信。明白了。报告，紧急情况。嗨，长官，八路的主力部队出现了异动，他们在平乐、长阳、乐州一带集结。长官，他们想干什么？那是杨洞，他们是在向我们定西迂回包抄。什么？他们想强攻？他们疯了吗？八路当然没疯。武工队在八仙楼得手了，他们才可能发动突袭。立刻通知城防部队，启动特级战备。嘿，这也更加坐实了吴仁义的情报。武工队明天一定会在八仙楼动手。跟我去一趟，我要检查一下。嘿。东家，要说这芮祥福的手艺就是霸道，帅，太帅了。花椒都备好了，放心吧，绝对是芮祥福最高档的。东家，你明天结婚可太风光了。有多风光啊？坂本太君亲自到场，还有这定西头头脑脑的，谁不都得去八仙楼给您捧个场啊？这面子大了去了。哥，你咋了？日本人凭什么给这么大面子？嘿，那说明咱飞车队受重视呗。狗屁！你永远记着，在日本人的眼里，咱们算个球，武力不起早，场面搞这么大，坂本肯定有其他目的。我咋没看出来呢？老子结个婚，他搞得满城风雨，生怕有人不知道，这是在勾谁呢？东家，你想多了吧？我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不死，就是因为想得多。通知弟兄们，明天把家伙都带好，找的放亮点，防着有人闹事儿。谁呀？我看谁敢闹事儿。武工队。哎，哥，你干啥去？八仙楼。日本人说不用咱管。问题就出在这儿。老子结个婚，场地凭什么他来定啊？你去不去？那我必须去啊！你小子要没这点忠心，早不带一块儿。
客官，我们打烊了。太君，有何吩咐？您尽管说。明天的轿子都安排好了。啊，是，都安排好了。小号花轿一顶，配4个轿夫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。明天你只需出3个轿夫就可以了，让他当第4个。太君，这位太君，他会吗？不用担心，只是皮外伤。今晚的事情，不许走漏半点消息。我的明白，我的走漏消息，你的要我脑袋。不，你不明白，不光是你，你老婆，你全家都得死。是，太君。滚！